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还有脸书，还有 Instagram，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4年的11月28号，今天是星期四，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4集的词汇。好，那么我们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今天老师跑了几步呢？我们来看一下。好，老师今天跑了17895。好，17895中文要怎么说？我们再看一遍，17895。对，我戴帽子。17895，17895。好，为什么老师今天戴帽子呢？因为老师昨天理了头发，然后今天变得很冷，老师就觉得我的头好冷，所以我就戴了一个帽子，比较可以保暖。今天刚好台湾变冷，所以不戴帽子的话，老师的头会很冷啊。好的，那对，这个是帽子。如果我不戴帽子啊，会很冷。今天台湾变得特别冷啊，刚好我昨天头发理得很短。好，17895，Jenny 还有裴静还有 Henny 17895步，林子蓝墨还有 Mandarin Charles 还有佩霞17895步。台湾今天有我们中文说台湾说寒流寒流，大陆好像叫寒潮在台湾叫寒流，大陆好像叫寒潮，所以今天有点冷还好，但是我的头发太短了，所以头特别冷。其实没有那么冷，但是我的头很冷好，还有谁 ？Sitcom KTH， 还有春娇 Hardwin 17895步。还有慧君，欢迎。好，有很多同学也欢迎你们我不太会念你们的名字欢迎这位同学，还有这位同学好的，那我们就来上课吧。今天我们来学习第4集的词汇。好，请跟老师念一遍隔。好，第2个词汇，隔开。好，那么我们先来学习隔这个字好，隔是个动词，一般来讲呢，它就是英文的 to separate or divide，那可能是隔开之后可能会有个距离比如说这2个东西是紧靠在一起的，我可以把它隔开，我可以用这个让它们隔开一个 space 空间，把它们隔开一个空间，或者我用一个东西，我可以用一个东西把它们隔开我可以用一个东西把它们隔开所以隔就是把2个东西让它们有距离，有 distance， 有距离，然后不让它们接触 contact， 不让它们接触好，这个叫隔或隔开。好，那这个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例句我来先念一下它的意思两者就是让2个东西有距离，不直接接触，不接触，不 contact， 让他们有距离，这个就是隔的意思隔。好，我家和他家只隔了一条河。好，我家 my home， 你也可以说我的家也可以，和他家，当然你也可以说他的家，之间就是 like between my house and between my house and his house 我和他家之间。好，你也可以不要说之间，可以的，只 only 只隔了一条河 a river。好，表示你家跟他家之间呢是没有接触的，之间隔了一条河所以你家跟他家之间是有距离的，不是靠在一起的，不是接触在一起的，是有距离的。
啊。好 ，OK， 听得懂吗？今天好像十几度啊，十几度，台湾人比较怕冷。好，OK， 好的，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啊。好，那么我们先来学习隔了。一般来讲呢，隔是当动词用啊。一般我们说隔了两个东西之间隔了一个东西，比如说，这两个东西之间可能隔了另外一个东西，对不对？隔了另外一个东西啊，所以我们说 A 和 B 之间隔了或隔着某物。好，A 和 B 之间隔着或隔了某物，或者你可以直接讲出具体的距离，比如说这两个东西之间隔了3米，这两个东西之间隔了5米，你可以把具体的距离告诉我们，我就知道它们之间的距离是多长啊。A 和 B 之间隔了刚刚说的一条河，或你可以说一座山。A 和 B 之间隔着一座山。A 和 B 之间隔了一座山 ，a mountain。你也可以告诉我具体的距离，比如说 A 和 B 之间隔了3米，A 和 B 之间隔着50米。好，具体的距离也可以。好，所以隔了可以这样使用它。好，那么我们来练习之间 like between，OK，隔了 separate。10米，好，在台湾我们不讲米，台湾我们讲公尺，公尺10公尺。好，在大陆说10米，他们距离并不远。好，并是一个用来强调否定词的一个副词，并没有，并不，这是很常用的一个搭配。并可以拿来强调负面的否，不要说负面了啊，否定词汇像不或没有，并没有，并不emphasize the negative words。好，距离就是 distance，所以这个可以翻译成 the distance is not far，the distance is not far。好 ，OK， 他们之间隔了10米。好，这里的例句我们用的是具体的距离。好，他们之间隔了10米，很好。他们之间隔了10米，你也可以说隔着10米，也可以啊，隔着10米，非常好。他们之间隔了10米，非常好。Social distance 就是社交距离吧？我们中文就直接翻译社交距离。社交距离。好，我们讲到社交距离就是说，比如说在新冠病毒期间我们人跟人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太靠近。太靠近的话，可能你会被传染新冠病毒。那还有一种社交距离的说法，就是有的国家的人不习惯你靠他太近，他觉得人跟人之间在这些国家的文化里面，人和人之间呢，说话的时候或相处的时候，你要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像美国、像欧洲比较重视个人隐私，所以呢，常常你跟美国人说话的时候，你不要靠他靠得太近，他会觉得很不自在。那可能中国人或华人，你可以稍微近一点稍微近一点我们习惯稍微近一点握握手，然后不要离得太远所以可能每一个国家的社交距离不一样，每个国家的文化还有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可能亚洲人会习惯近一点说话，美国人会习惯远一点说话这个是社交距离好，那么好，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答案都是对的他们之间隔了10米。那家饭馆和我们公司隔了2条街，可以直接说2条街就可以了Jenny。那家饭馆和我们公司隔了2条街，你也可以加之间。那家饭馆和我们公司之间隔了2条街你可以加上之间，你也可以不要，没关系它是 optional 的。
对，保持社交距离，特别你跟美国人或欧洲人在说话的时候，不要离他离得太近，他会觉得有一点被冒犯了啊，offended，可能他会觉得你靠我那么近干什么？他会觉得有点奇怪，他会觉得被冒犯了，因为像这个欧美国家比较希望有个人的空间，比较希望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啊。好，Tracy 说我这个帽子不错，Thank you。Hello，罗杰还有汉奸，对，好，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很好啊。对，被冒犯，如果你觉得被冒犯，you feel offended，OK，可能别人说的话你不喜欢，或者别人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呢？啊，OK，好，我们再看隔了，我们刚刚用的隔了是加上某一个东西或具体的距离。老师现在要教你的是，隔了还可以用在一段时间 ，a period of time，一段时间，它表示过了多久以后。那它强调的是一个过去的事情，比如说，我隔了三年，我隔了三年才继续学习中文，表示呢，你有三年没有学了，过了三年之后，你才开始继续的学习中文。所以各位同学，隔了除了加上距离之外，你还可以加上一段时间，隔了2年，隔了3年，隔了5个月，隔了半年，哦，隔了比如说8天都可以，隔了加上一段时间，通常讲过了这段时间以后，你才怎么样怎么样啊？比如说过了3年之后，我才见到我的男朋友，表示你有3年没有见到他了，隔了3年这件事情才发生啊。好，OK，所以希望你们了解一下，隔了除了用在呃东西之外，还可以用在时间啊。好，我们来做题目，听得懂吗？听不懂要说哟。了，隔年3，我们终于见面了。We finally met。终于 finally at last，终于我们终于见面了。好，隔了三年，我们终于见面了，非常好。隔了三年，我们终于见面了。3年都没有见到面，过了3年后，我们终于见面了。所以这里的隔了表示过了某段时间后，过了某段时间后，通常用在过去的状况啊。好，隔了三年，我们终于见面了。3年我们都没有见到面，隔了3年后，我们终于 met each other。听得懂，很好，听懂了哦。好，隔了三年，我们终于见面了。好，当然老师这里告诉你们，你可以加上一个后，隔了三年后也可以，隔了三年后我们终于见面了也可以，有没有这个后都可以啊。好，那他的意思就是过了多少时间以后，过了多少时间以后啊。好，那么这个是一个口语上你常常会听到的用法。那下次你听到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哦，隔了5个月后，like after 5 months，OK，隔了8天后，什么意思？哦，after 8 days，OK，隔了9个月后，what does it mean？after 9 months，OK，所以你就知道隔了多久以后，隔了多久以后，它的意思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好，OK，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词汇，隔，很常用，就是这个用法你们可能不晓得，但是是非常常用的，就是每隔，我们加上时间，比如说每隔一天，就是 every other day，每隔2周，every 2 weeks，每隔3年，every 3 years，每隔9天，every 9 days。OK，所以这个每隔表示每过了一段时间发生一次，每过了一段时间发生一次。比如说每隔一天，
我就会去慢跑。OK，I go jogging every other day。OK，所以每隔2周我会去健身房。我可以说 I go to the gym every 2 weeks。每隔2周做一次，每隔2周做一次。好，每隔3年，过了3年做一次，过了3年做一次，每隔就是 every 啊。那通常会有一小段时间，每隔3天，每隔5天，每隔2周，每隔3周，不是2周哦，是2周，我打错字了，每隔2周。我也可以用每隔3分钟，可以 like every 3 minutes， 每隔3分钟，每隔5小时，每隔6小时我吃一次饭哦，或者是每隔6小时我喂一次猫。I feed my cat every 6 hours。每隔6小时我喂一次猫。哦，每隔非常好用的一个用法。哦，好，用于规律性的就是 regular， 规律叫 regular。好，时间间隔就是 time interval， 时间间隔。好，这个在大陆会念间隔，在台湾会念间隔。好，时间间隔啊，like time interval。好，那么我们来做题目。3天，隔，每，他洗一次澡。好 ，OK， 洗澡呢，当然是一个 separable term 离合词，所以我们要说洗一次澡。你不要说洗澡一次，不行，离合词要把它分开来。separable term 洗一次澡，你要把它分开来啊。洗过澡 ，I have taken a bath， 洗过澡啊。好，那答案是什么呢？每隔半小时啊，这里不要加后哦，雨柔，这里每隔不要加后，每隔不用加后哦啊。好，每隔半小时我喝一次水。好，喝水是个 separable term 离合词，每隔半小时我喝一次水，喝一次水。好，再次见面好像隔了一辈子，很棒。他每3分钟喝一次茶也可以，他每3分钟喝一次茶也可以啊。我每隔3周洗一次澡，可以。你可以说他每隔3周洗一次澡，你也可以说每隔3周他洗一次澡。我可以把 time adverb 放在他的前面或后面都可以啊。每隔3天他洗一次澡，非常好。每隔3天他洗一次澡。好，他每隔3天洗一次澡也可以，但是雨柔不是雨柔，柔山不用逗号啊，这里不要加逗号啊。好，他每隔3天洗一次澡，可以，没问题。好，同学有没有问题？对，每隔后面不要加后了哦。他每隔3天洗一次澡，怪不得 ，no wonder， 怪不得我们常常闻到他的体味，他的体臭，他的体味。怪不得我们常常闻到它的狐臭味，怪不得我们常常闻到它的口臭，口臭味。每隔4个月我带妈妈去检查身体，可以，没问题，很好的句子啊。每隔4个月我带妈妈检查一次身体，或检查身体都可以。每隔5年我们国家举行大选，哇，好棒的句子哦。你们可以试着像这些同学一样造个句子，老师会帮你看看，你们造的句子都很棒。每隔5年，我们国家举行大选，我这边建议你们加上一次啊，这边像这里一次，每隔5年，我们国家举行一次大选啊，我们加上一次 like once one time。好，每隔3天我打扫家里一次，可以，每隔3天我打扫家里一次，很好。每隔3小时我喝一次水，很棒啊！好，所以你们可以再多多的用这个每隔来做练习。再过，再过跟每隔是不一样的哦。再过就是指一件事情而已，并不是规律性的。你可以说，再过2天我要去美国旅游，
再过3天我要去美国旅游，这个不是一个 regular， 这个是 one time， 对不对？就这一次而已。所以再过跟每隔是不一样的。再过比较像 after 3 days I will go to the US。但是每隔是 every other day, every 2 weeks, every 3 years 不一样我每隔1天洗1次头发，可以，没问题我每隔1天洗1次头发，很好。每隔半小时我喝1次水，很棒。Hello， 冠健同学，很好。每逢就是每到了那个时间，比如说我们每逢后面是会加上一个特定的日子，比如说每逢过年，家家户户都会贴春联。每逢过年，小孩都可以收到红包。每逢我们会加上一个 particular time, a particular day， 就是每逢圣诞节，小孩子都可以收到圣诞老公公给的礼物。每逢我们会加上一个，特别是节日不会随便接个时间，通常是一个特殊的节日每逢结婚纪念日，他都会收到老公送的钻戒。OK， 所以是到了这个特定的节日或者是时间，我们会做一些事情隔3天再来我家可以。这边指的意思就是过了3天再来我家你可以说隔3天后再来我家，隔3天再来我家，可以，没问题，口语可以这样说，没问题好 OK。我爸爸每隔1小时要吃药。好，我爸爸每隔1小时要吃药。OK， 好的每隔跟每个当然不一样，每个我们后面加名词这家店每个手机都很贵这里的每个人都学过中文每个就是 every class and object。 OK， 每隔3年我会回1次印尼，每隔3年我会回1次印尼，很好。每隔4天我洗1次衣服。每逢结婚纪念日，他会收到很多礼物。好，没问题，很好。OK， 我们再往下看好，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分享每个月2美元，请老师喝咖啡，成为我的会员，支持我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好，刚刚是隔了，现在我们学的是隔着。一般来讲隔着跟隔了，如果用在某个东西上面的话，意思是差不了太多。但是呢，一般来说我们会说隔着什么加上动词一般来说的结构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隔着窗户看外面的风景。所以这里的隔着比较像是 through I saw him through the window OK， 所以这里的隔着比较像是 through something 后面加上动词，所以你记得这个 structure。 So it's like I saw him, the verb is saw, I saw him through the window。隔着就是 through， 隔着 OK。 好，所以在空间上有具体的事物隔开，我刚刚说的就是 windows 窗户 OK， 具体的东西窗户。好，老师隔着眼镜看屏幕， I saw the monitor through my glasses， 老师隔着眼镜看屏幕 OK。 好，所以这个大家特别知道隔着我们后面接一个名词之后，后面可以接个动词隔着。好，有人觉得3天不洗澡好像有点脏，对不对？我觉得有一点老师每天都要洗澡因为每天会流汗，对不对应该是我们每天都要洗澡每天都要洗澡好的，屏幕台湾叫荧幕所以如果你在大陆屏幕，你在台湾荧幕好，隔着
聊天，他们总觉得少了点真实感，好像不太真实，因为他们没有面对面聊天，对不对？感觉好像我不是在跟真的人说话，缺少了一些真实感。哦，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我们通常用手机去认识别人的时候，你总觉得你不是面对面跟他聊天，好像有一点距离感，有一点不太真实的感觉，好像是跟一个假的人在说话那种感觉啊。所以我们说，总觉得 always 总觉得少了点真实感，好像是假的，不太真实。好，他们隔着屏幕聊天，总觉得少了点真实感。每逢新年，学校都会放假，very good。好，他们隔着屏幕聊天，总觉得少了点真实感，很好。OK，没问题哦。好，隔着 through something to do and then do something。OK，好，我们再来做最后一题。好，一样哦，隔着什么东西加上动词，空间上有具体的东西隔开。好，窗户 window 隔着 like through something。OK，挥手，哎，挥手。OK，你挥手可能是跟别人打招呼，或者是跟别人说再见，不一定，可能是说再见，可能是嗨，奶奶。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对，他们隔着屏幕聊天。好，奶奶隔着窗户挥手，可能奶奶要跟你说再见，或者是奶奶在跟你打招呼。奶奶隔着窗户挥手，很好。奶奶隔着窗户挥手。那如果你要说 wave at me，你可以加上奶奶隔着窗户对着我挥手。好，你可以加上对着我 ，like at me，对着我。奶奶隔着窗户对着我挥手，like grandma waved at me through the windows。好，奶奶隔着窗户对着我 at me，对着我挥手，可以。奶奶隔着窗户挥手，奶奶隔着窗户对着我挥手，好，可以的。好，那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下个星期一我们再来学习更多关于隔这个字的用法，老师会给你更多的例句，让你了解怎么使用在句子中。那么挥手跟招手不一样，挥手一定是挥手，招手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这样。招手一定是你想要引起对方的注意，可能是打招呼，可能是叫对方来，这个是招手，来，这个也是招手啊。通常是希望对方过来，或者是希望对方注意你。挥手的话，一般来说，挥手是再见，对不对？一般是挥手是再见，或者是你也是挥手，有可能是嗨嗨，可能是嗨啊，你要看语境。但是招手没有说再见的意思，招手不是说再见的意思啊。好，那么我们明天见，明天是聊天课。如果想跟老师聊天的同学，see you tomorrow，明天见。